各位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奸小恶 CK 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徐仁梦。今天继续这个从夯到拉完了大排名系列的第8期。本期我们要聊的是轻骑兵和骆驼骑兵，特点在于呢，伤害和坚韧比较低，追击和掩护很高，在不利地形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一共是有14个变种，包括2个互动在内，性价比都不是很好。但是要说明一个点啊，这个性价比的数值是没有考虑追击和掩护的，只考虑了伤害和坚韧，所以说呢，仅做对比参考。第一位按照惯例依然是请出轻骑兵本病，22伤害15坚韧，追击掩护30，克制弓箭手。平原旱地有伤害加成，与丘陵、山地、沙漠山地、湿地、冬季和严冬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地形啊，这可不算多，这个是轻骑兵类型的常态了。作为基准，依然是给到 NPC 的位置。第二位，先把不法之徒说了吧。劫掠者，不法之徒中的轻骑兵，编队实力依然垫底儿，兵士规模依旧50。另外，征召被排斥的决议中啊，虽然说了会给4种不法之徒啊，但实际上不会获得这个兵士，因为程序员写错了啊。另一种兵士写了2次，导致这个决议啊刷不出来轻骑兵，只能通过犯罪合同获得啊。总之呢，依然是给到拉完了。第3位，聊一个极端一点的吧，调骑兵。匈牙利瓦拉基亚这里的特色兵士，特点在于追击非常高，60的数值，在抛开互动情况下排名第1，代价是价格比较昂贵，伤害和坚韧相对来说比较低。只计算伤害和坚韧的性价比计算中啊，调骑兵排到了倒数第1，但是攻势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再说了，虽然说性价比比较低，但是也没有比别的轻骑兵低多少。综合评价，我觉得可以给到顶级。那轻骑兵玩的不就是个追击吗？第4位，蒙面者，面板普普通通，性价比也普普通通。我不太建议出这个兵士啊，我觉得他这个定位非常尴尬，因为他呢是解锁于非洲文化的传统。非洲呢，同时还有骆驼骑兵，骆驼骑兵可是克制轻骑兵的呀。非洲统治者很爱出骆驼骑兵。蒙面者的特点呢，在于沙漠有很不错的加成。那可是真要说沙漠加成的话，骆驼在沙漠加成更好啊。那为什么不出骆驼呢？那离开非洲呢？那离开非洲的话，和轻骑兵比啊，还真没多大区别。这个是真的 NPC 啊，给到 NPC 级。第5位，说说骆驼骑兵吧。骆驼骑兵解锁于非洲的地区革新，克制弓箭手改为了克制轻骑兵。面板和轻骑兵啊没有什么区别，价格也一样，地形影响很难分出个明确的高下。这个也给到 NPC 吧，和轻骑兵差不多啊，算是非洲的特色轻骑兵吧。第6位，矮种马骑兵啊，解锁于不列颠地区圣骑的革新，特点在于追击高啊，有50，但是需要等到圣骑才能解锁啊。部落时期就能用到的调骑兵，不仅解锁的早，伤害、坚韧、追击都比这个要高，所以显得这个矮种马骑兵啊有点太次了。综合评价给到 NPC 好了哦。另外，有想体验一下当矮种马骑兵是什么感觉的，可以去北京大兴找于谦老师体验一下。于谦老师最喜欢这种小矮马了，养了好多，都是骨血来着。第7位，萨赫勒骑手，这个骑手呢是地狱兵士，解锁于西非北面这一条，在红泛平原、沙漠和绿洲有很不错的加成，而且除了弓箭手之外啊，还克制重步兵啊，这个就很不错了。另外就是这条区域啊，一直都是部落制的地盘占大部分，招这个骑手都不花钱的啊，显得更强了。这个给到人上人吧。第8位，草原突袭者，又是一个面板和轻骑兵啊一模一样的。面板数据是真没什么好说的，草原轻骑兵呗。不过呢，不太推荐出这个啊。草原上最好用精锐一些的兵士，这种坚韧低的兵士啊死的太多，那补充浪费资源。不过前期出一点做过渡啊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有利地形呢比轻骑兵要强多了，不利地形也比轻骑兵要好很多，评级给到人上人好了。第9位，塔瓦西，这个很有意思了，解锁于库尔德文化艰苦的独立传统。首先这个兵士除了弓箭手之外，克制重步兵，这个克制很不错。另外就是啊，地形优势非常棒。一般轻骑兵视作不利地形的丘陵与山地，在塔瓦西这里算是有利地形，只有在湿地发挥不太好。人送外号山地小尼路车，这个可太好玩了，评级给到顶级。第10位，亚美尼亚骑兵，解锁于库尔德文化旁边的亚美尼亚文化，这个也是个山地小尼路车啊，克制弓箭手以及 0.5 倍弓骑兵。虽然伤害50，坚韧30，非常好，但是呢，一个编队只有50啊，和不法之徒一样，这俩是轻骑兵队伍里唯二编队只有50的兵士。
所以这个属性呢得减半看，25伤害15坚韧啊，这一看就正常了。仔细看看地形呢，这个山地和丘陵加成非常的恐怖。什么叫做丘陵加30伤害和20坚韧呢？怎么还加坚韧的呀？这个加成比老牌的山地尼头彻莫纳斯帕的加成还要高。另外，解锁这个骑兵的传统还给予了20%的轻重骑兵伤害加成，这更强烈啊！这个亚美尼亚骑兵真的建议大家玩玩看这怎么看怎么爽玩哦，对了。组建一队甚至只需要85块钱我不说了，大家试试吧。综合考量，我觉得可以把亚美尼亚骑兵排到夯。第11位伊比利亚骑手，解锁于伊比利亚地区部落时期的革新，面板就这么回事儿。特点在于丘陵算是有利地形，这使得伊比利亚骑手在多丘陵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发挥很不错，哪怕偶尔要冲山地这个问题也不大，底 buff 不算很致命，这也是伊比利亚骑手的特点之一。评级给到人上人好了。第12位猎骑兵，抛开护从来说编队实力第1名，并且是遥遥领先第1名。解锁方式比较独特，主要分2种。首先通过建立海外帝国决议来解锁这项革新但是这个太难了等到能通过决议的时候，猎骑兵就没有那么优异了。所以我推荐另一种方式。首先文化传承，要求是法兰克、拉丁、伊比利亚、日耳曼、斯拉夫、马扎尔、布利吞或者葛伊德尔传承，信仰基督教，持有耶路撒冷王国。等到教皇宣布十字军开始之后，融合当地的阿拉伯传承文化，这样子就可以解锁了。说简单点，106开局用欧洲文化角色打下耶路撒冷，等十字军发起之后呢，融合当地的阿拉伯文化就可以了。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么麻烦的兵士它值得吗？值得。40伤害15坚韧，编队实力24.5，远超第2名亚美尼亚骑兵的19.4，这就是最强的轻骑兵。获得方式其实熟悉之后也就30-50年，绝对是可以用得到的。综合评价给到夯。第13位护从骆驼骑兵没错，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护从的轻骑兵，但是双方的加成不共享，不像上一期的2个勋号一样与其他的护从兵士一样，部落时期和早期不太值得，盛期开始产生质变，双倍克制轻骑兵，沙漠加成的非常扎眼40伤害16坚韧，这个在本地作战确实凶残，但可惜出了沙漠之后就不如用另一个护从了，而且是远远不如。评级给到人上人。第14位依然是首尾呼应，请出轻骑兵的 PRO 加强版护从掠骑骑兵。如上一个兵士所讲的一样，部落时期和早期不太值得，盛期开始产生质变，双倍克制弓箭手，盛期呢追击会到60这就很不错了。到了晚期70追击，这就是全游戏最高的追击兵士，而且是唯一的。掠骑骑兵的勋号还会加追击，能够进一步再提升。负面地形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面板说实话，这个盛期相对来说没有特别优秀，34伤害24坚韧50追击，晚期是50伤害40坚韧和70追击，盛期到晚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变，稍微晚了一点。不过综合评价也给到夯好了，毕竟盛期这个数值也不算低了。好了，到这里所有的轻骑兵和骆驼骑兵就介绍完毕了。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期是这个系列第1期的重置。喜欢这期视频请3连加关注，这里是徐日梦，我们下期见。